欢迎观看意想不到的中文词源系列视频。在中文表达中，我们常说六神无主或六神不安，用来形容惊慌着急、拿不定主意、不知如何才好的状态。可是，你有想过六神指的是哪些神明吗？在本期节目中，我们将共同探讨这个成语的起源，以及六神背后鲜为人知的文化脉络。东汉末年，张道陵天师在鹤鸣山创立了道教。道教崇尚道法自然，强调顺应自然、修身养性，以追求长生不老和精神超脱。神仙崇拜是道教信仰的核心，神仙被视为道的化身。实际上，神与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神是宇宙中的神灵或自然万物的主宰，既可以是天地自然之神，也可以是经过神话的历史人物。神在道教体系中承担特定职能，分工明确，负责管理天界、地界、阴间等不同领域，构成了道教独特的神职体系。而仙则是通过修炼得道，追求长生不老和超凡脱俗的人。仙人通常由普通人经过长时间的修道修心而成，注重得道成仙，即追求个人精神的提升与延年益寿。仙的形象通常隐居山水之间，超然脱俗，远离尘世。道教认为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即便是在人的体内也有神明的存在。根据《黄庭内景经》记载，心神丹元自守灵，肺神浩华自虚成，肝神龙烟自寒明，意欲导烟主浊清，肾神玄冥自玉英，脾神常在自浑庭，胆神龙耀自微明。六腑五脏神体经，皆在心内运天经，昼夜存之自长生。这段话描述了道教内丹修炼中对人体内五脏六腑的神灵观念。道家认为，每个脏腑都有其专属的神，这些神灵代表着内脏器官的精气神，并具有特定的名字和象征意义。通过修行，修炼者可以在体内存思这些神灵，调和身体内部的精气，以求达到长生和身心的和谐。心脏是身体的核心，所以叫做丹元，它象征着红色的火元素，是精神的栖息地，因此被称为守灵，一直守护人的精神和生命力。肺脏的神明是浩华，它象征着白色的金元素，清虚而清澈，负责调节呼吸和气息的流动，因此被称为虚成。肝脏的神明是龙烟，它象征着青色的木元素，主导视力和眼睛，像太阳从东方升起一般，意味着肝脏带来明亮的视力。肝脏调节气的浑浊与清澈，清即代表眼睛明亮，浊则眼睛昏暗。肾脏的神明是玄冥，它象征着黑色的水元素，肾经与生命的繁衍相关，因此被称为玉婴。脾脏的神明是常在，它象征着黄色的土元素，是魂的栖息地，控制着精神的安宁和稳定，因此被称为魂庭。胆脏的神明为龙耀，它象征着青色的木元素，意味着勇气和决断力，因此被称为威名。五脏六腑的神灵和精气在心中运化天道之经络。道教修行者通过内观内省，使这些神灵在体内运转协调，达到天地合一的境界。只要日夜存思这些神灵，保持身心调和，便可达到长生久世之境。道教强调在内丹修炼中，通过存思内神及专注冥想、内观五脏神灵，来维持人体的精气和谐，从而实现健康与长寿的修行思想。成语六神无主或六神不安形容的是一个人心神不定，失去控制，处于极度的焦虑或困惑状态。字面意思是主宰心、肺、肝、肾、脾、胆的六位神明都未得安宁，即人无法集中精力，仿佛心神失守。这种表达常用来描述某人因为受到突如其来的打击或压力，导致精神失常，无法应对情势的样子。例如，可以说，当他听到那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时，整个人一下子就六神无主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或者说，因为明天就要参加一个重要的面试，我整晚六神不安，根本没法入睡。现在，你明白六神背后的文化渊源及其相关成语的意义和用法了吧？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